我觉得近期就是因为技术上面其实已经都有蛮多突破，然后也可以看到有很不错效果的一些模型啊、工具提出来。那我会觉得这5年内会看到比较多的，可能会是在真的把这些技术拿到产业上面，变成真实的应用。欢迎收看《投资聊一下》，我是吴彩宁。今天持续的要跟大家谈谈是 AI 的发展。在8月初的时候呢 ，OpenAI 他们发表了 GPT-5。当时 OpenAI 执行长 Altman 呢，都形容说他跟 GPT-5 的交流像是跟一位博士水平的专家来交换意见。但是事实上呢，对用户来说 ，GPT-5 的满意度显然就没有那么高了。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台大资工系的教授陈运农教授来跟大家聊聊 AI 的下一步到底会怎么发展。陈教授你好。大家好，我是台湾大学资讯工程学系的老师陈运农，大家可以叫我 Vivian。OK，Vivian，很高兴今天请到你哦。那当初 GPT-5 的发表会呢，其实不但它内容出现一些错误哦，都被网友抓包了。原本官方他们说这款模型在错误率还有 AI 幻觉方面，其实都有显著的提升，但是用户实际使用之后，普遍都没有感受到 GPT-5 还有这个 GPT-4 之间哦，到底有什么很厉害的进步哦，这是不是就代表说 AI 的发展已经从之前那种指数成长爆发力哦，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高原期了呢？好，其实我觉得模型如果他说他是有一个博士水平，那你会期待一个博士生他就完全不犯错吗？其实也不太可能嘛，因为人类总是有机会是犯错的。那尤其是像 AI 这样子的模型，它其实是被训练出，它需要提供你比较多样不同的结果。比如说，大家每次在使用的时候，你同样一个问题，你可以让它重新生成答案，它每次其实都会不太一样，因为它就是要提供你更多元的一些回复，然后你自己再去做判断，自己再去选择。那因为它这样子设置的机制，就一定有可能，其中有一个回复其实有错。那当大家在一直宣传说哦，它非常非常厉害，这时候它的一点点小错，大家就是会想要把它揪出来，就一定会觉得不满意。但如果比较客观的评估，的确在很多标准上面，它的确是比前面的模型，就是它 report 出来的结果，它的确是有显著的提升，然后尽量减少它的错误，但减少不是说完全没有，它还是有可能会有的。OK， 所以在模型的发展当中哦，之前是不是它容易上升的很快，现在就会稍微递减？你觉得？对，我觉得没错，但是我觉得这在任何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一定都是这样子，就是一开始因为还没有很好嘛，所以它在进步期一定就是可以冲刺的很快。但是呢，当它已经到了很不错的地步，那它要再继续往上提升，难度是不是就变高了？所以一定都是这样子，渐渐的就会 converge， 那它每次的进步幅度就会越来越小。那大家可能就会想说，是不是到了瓶颈？是不是没办法再进步？那我觉得，如果它还是一直是有在持续进步的话，那应该就还没有到完全瓶颈的地步。那但是我们也可以预想说，之后看到的每一次进步量，一定都会再小一点点，就是不像之前，第一次的发表跟第二次发表，突然间大家觉得哇，怎么那么厉害？对，进步好多。那现在可能就觉得哦，有进步一点点，但是好像没那么惊艳了。OK， 对，刚好提到就是说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其实你会希望模型它不用是最标准，永远都同一答案，而是它的这个答案需要有多样性一点点。这个可不可以帮我们详细的讲一下，什么叫做多样性呢？举例来说，现在如果大家有用 ChatGPT 的话，那你在界面上面，你问他一个问题，对，那他给你一个回复，那下面其实有一个按钮，你可以按说你要重新生成答案。你可能觉得他这个答案不好，因为一个问题可能可以有很多种答案，其实不一定是问题。比如说，你请他帮你摘要一段文章，他这个摘要的方式你觉得不符合你的需求，你想他重新摘要一次，那你就可以让他重新生成嘛。那如果你每一次按重新生成，他都生一模一样的东西给你，你是不是会觉得这个员工不 OK？ 就是他听不懂你说的话。那你当然希望每次生成，他可以生出不一样的结果回来，然后你再跟他讲说，哦，对，这个才是我要的。那他下一次可能就会知道说，这个是我们上司觉得比较好的，他之后可能就会进步了。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要学习生成不同的答案，然后再收集
使用者的反馈，然后进而下一次它就会提升它的能力。OK， 所以它其实它的能力还是有在慢慢的提升当中，它模型其实还是越来越好，没有错哈。对，尤其是大家越用越多，贡献很多的资料，它其实就可以有点像是到这个社会上面跟人练习互动，然后社会化的越来越好。OK， 那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觉得 GPT-5 它这一次发表之后，你觉得最令人惊艳的部分是哪些？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要不然现在市场上就是对它的批评声浪很多。好。GPT-5 它有主打几个特点，那其中一个就是它在复杂的推理的能力上面有进步。那什么叫做复杂的推理能力呢？大概可以想说，如果我们现在做一个非常复杂的数学问题，那其实我需要先分析这个问题是不是要拆解成多步，然后我可能要想说，我可能先用这个策略试试看，那可能中间会卡住，那我可能会根据我卡住的状况去微调我的策略。所以其实它是一连串非常繁复的一些思考过程跟尝试，那这种需要深入思考的，就是可以处理比较复杂问题的这个能力。那 GPT-5 它有主打说，它在这种深入分析、需要深入思考的能力上面有显著提升。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其实像这种深入思考的模型，之前其实早就已经有了。那每次模型会有不同的尺寸。可能比较小的模型，它比较擅长直接回答，它不深入思考的。那有一些模型，它是比较复杂，它是每次都会想了很多，深入思考。那你有一个问题的时候，这时候你就要先想说，那我这个是小模型可以处理的，还是需要深入思考？然后你去选择适合的模型来用嘛。对。那 GPT-5 它的特点就是它主打它自动帮你决定你现在这个问题应该要导到哪一种模型上面进行回复。如果它认为简单的，它可能就给一个比较小的模型，这样子你可以省钱，你可以比较快。那如果他觉得这个问题其实需要复杂的思考，那他就导到这个比较复杂思考的模型，然后进行回复。所以人类就不用自己做决定，你就全部丢包给他，让他帮你做判断就行了。但是因为它这个判断毕竟是机器做的嘛，那要判断一个问题它困难还是简单，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它有可能做的其实也没有那么好。那当你做的没那么好的时候，你又不能让使用者自己选择，这时候大家怨言就会出来，就会觉得你帮我选择，的确这个功能是很重要，没错。可是如果你选择的不好，那还不如我来自己选择。对，所以大家就会怨声载道，就会想说，你主打了有这个功能，但是做的没有到那么完善的时候，你就不应该要直接就是强制全部的，你就直接用它，让它帮你选。我还是想要自己选。OK， 所以它这个就是有个路由器的功能嘛？对，就是 routing， 它会帮你导到适合的那一条路。所以基本上我再架一个路由器在这些模型上面，其实这个技术是很困难的，是不是？应该是说，你到底要导给谁这件事情，并不那么容易。对，就是你想象现在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问你9乘以9等于多少？那你可能就是背得很熟嘛，那你就有直觉你就回答998C 这样。但你有可能更没背过，所以你可能就要想说9乘以9，你就开始做运算，然后算出来81。所以一个是我直接反射动作直接回答，一个是我真的去思考，然后去运算出来答案。这两种做法其实不一样的。那也有可能，你一听到这个问题，你觉得你背过，但是你背错了，对不对？你是不是你就觉得我要导到这个简单立马反应的这一个模型，然后你一背80，错，对，然后使用者就会想说，怎么连这个都不会？对，所以其实要怎么判断现在这个问题到底是要复杂思考的，还是可以简单的模型就直接反应？其实并不是那么直觉跟容易的。好，感谢老师帮我解说。那现在我们已经提到了 GPT-5， 那教授可不可以再进一步跟我们讲一下到底从 GPT-3 到 GPT-4， 甚至现在已经到5了嘛？每个语言模型它成长的核心变化其实好像都不太一样到底其中的差别是什么？教授们跟我解释一下。好。其实它的这个命名呢，中间有的时候会觉得还蛮突兀的。我们可以先从 GPT-3 来讲。那3呢，其实就是大家比较开始注意到这种语言模型的起点，对，算是3.5啦，就是 ChatGPT 出来，它其实是3的一个延伸。那2到3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它
用了更多的资料，然后让这一个模型它的参数量，也就是它的尺寸上升到非常庞大的等级。那搭配大量的资料，那它的这些能力生成的能力就提升的非常的像人类。对，所以就造成大家非常惊艳，哇，一个机器竟然能够产生这么像人类这样子的回复。对，所以3就开始让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的热门。那接着呢 ，ChatGPT 火红之后呢，下一版本他们就出了GPT-4，那 GPT-4它带来的 improvement 其实很多，其实也是透过资料上面的提升。那当然我们会知道，资料越多，你就学的越多嘛，所以学的越多，那可能知识就会比较渊博，那当然可以回答更多的东西。所以一个是知识量的提升，资料的提升，但是资料并不是多就好，你要好的资料才行，对，高的品质。所以原本可能是你从网络上爬，那如果你可以做很好的资料的整理、清洗，然后甚至确认它的品质，那这样子一来，你可能会学得更好。其实我们实验室也有做过一些实验，然后就发现说，在前期，如果你用一个品质没那么好的资料，虽然它比较多，然后去训练，跟你用比较少但是品质比较好的资料去训练，这2个模型其实少品质高的这一个模型会比较好。其实有点像是你的小朋友他在学习的过程中，他刚开始你要给他很高质量的这个教育，虽然不用多，你知道很精确很好，那其实是影响他是比较多的。如果你一开始给他太多，但是里面很多杂七杂八的 noise， 其实反而是有害他之后成长的学习的。GPT-4 出来之后呢，它中间有出了一个版本，就是 O1， 然后 O3 跟 4O 跟 4O mini， 就是这一连串其实都是对应推理模型。这里就是我觉得它命名很混乱的地方，就是分明就是 4 之后，但是它其实名字叫做就是有 O 这个字。对，那 O 这个字它主要就是主打它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推理能力，像刚刚有提到，如果一个复杂的数学题目，它可能是需要经过多次的尝试，然后修改，再尝试，然后找不同的策略。那这种复杂的深入思考，其实就是透过这种推理模型来进行的。对，那现在新出的这第5代，就是把我们到底要使用这种深入思考的模型，还是这种简单直接回复的方式，全部整合在一起。所以它会主打它是一个 unified 的一个 system， 就是你不用管它到底要哪一个模型比较适合。放进去之后呢，它会帮你自动的 route， 就是自动路由器导到你适合的这一个模型上面。那这个模型是不是真的最适合呢？其实也有可能是有错的，对，所以大家必须要体谅，大家知道这有需求，但是这件事情的确是还是蛮难的。是理解哦。但是无论如何，现在模型真的是已经越来越聪明了。那之前呢 ，DeepMind 就宣布说，他们模型已经达到了国际数学奥林匹亚竞赛 IMO 竞赛金牌的标准哦。而且跟之前不同的是呢，他们是用自然语言去解题的情况下，他们是可以拿到满分的。教授，你是自然语言的专家，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用自然语言来解题拿到满分会这么让人惊艳呢？好，我可以先分享一下，就是他们有直接解释他们的模型大概上面的亮点。就像刚刚说的，深入的思考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嘛，而且它有可能有很多条路你都可以试试看，所以它主打说他们可以同时考虑多个不同的思考路径。那这样子一来，就是有点像是双管齐下、多管齐下，然后去找出可能有一个路径其实是最好的，那这样就可以把它解得更完善。对，然后用这个方式去提升它的正确率。那再来就是要只用自然语言来解题，到底难在哪里呢？好，那概念上面就是，其实在做这些数学题目的时候，思考是一部分，但中间可能会有一些叫做运算，比如说，这样思考，然后这边可能要做一个加减乘除或者是微积分这样。那如果这边做这个微积分，其实你可以直接叫计算机，或是写一个程式，叫它帮你把这个积分的结果积出来嘛。你不用自己真的去算，因为这件事情其实计算机已经非常擅长，它也可以把它做得很好。所以原本的解题方式呢，它其实是融合了自然语言以及一些相关的数学解题的工具，比如说它可能是解微积分的，或是你会把它想成是计算机就可以了。对，就它用了一些工具来辅助它中间解题解得比较好。那
这样子一来，它其实是自然语言搭配可能是程式语言或是其他的工具而得到最后的结果的。但是呢，现在它主打说，它只要用自然语言就可以达成最好的效果。其实就是现在我们就不给它这些工具了，你没有一个机器可以帮你进行微积分的运算，也没有计算机，你全部呢都要自己做判断，自己做运算。那这样一来，对于这个学生而言，你是不是期待他的运算能力也要一并的提升？那之前语言模型最不擅长的其实就是这种数字上面的运算，因为它的训练过程其实是用接龙的方式去训练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语言的学习，而不是运算上面的学习。那现在它就等于是主打说，其实语言模型它在运算上面能力也有提升，所以它才可以全部都用自然语言的方式来进行解题，然后并且提高到它的正确率。哦，所以现在等于是没有小工具，它也可以算得出来哦。对，哦，理解。好，那现在很多人讨论说，其实未来呢会有更多的 AI 专精化。怎么说呢？就是说他们会往这个专用小模型还有高品质资料的方向来发展哦。这就可以让用户使用服务的成本可以降低，而且他们更容易落地到特定的产业。那教授，你认同这样的说法吗？其实我觉得非常的认同，因为你想想看呢，如果我们是在某一个产业，那这个产业比如说它跟数学没有关系，那我是不是不用需要它在数学上面它的能力维持顶尖？我只要在比如说我这可能是一个医疗的领域，我只要他非常懂医疗，或是他非常懂法律，其实就可以在我这个情境上面工作得很好了。所以各个产业、各个公司，那它可能会有他们这一个领域需要的知识。那这样子，这个模型它其实只要在这边学得好，其实就已经可以对这个产业带来非常大的帮助了。所以我们其实不太会期待说，我们全部不同的产业都用同一个模型，它都可以满足所有的产业，而是应该是垂直不同的领域，可能有一个专门这个领域特别厉害的专家，那另外一个领域也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专家，会特别用这样子的模型。那这样子一来，它也不需要成本那么高，参数那么多，资料量那么大，因为它只需要 focus 在它自己需要的这个场域就行了。所以其实像法律啊、医疗啊、金融，可能未来都会出现这种专用的 AI 小模型哦。教授，你有没有什么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举个例子，就是之前像国科会，它也有一个语言模型的一个 project， 那它叫做 TAID， 就是台德。那这个模型呢，当时就是用了许多台湾的一些资料，以及政府单位他们有很多文书，然后公文的内容。那拿这些内容进行训练之后呢，它就有放置在政府单位，然后协助他们写公文。那你可以想象，因为他训练的比较多，真的是在政府单位他们会用的公文的形式嘛，所以他写出来的公文跟他善用的情境，其实会更符合他们的需求。所以这是其中一个相关的案例。那我们实验室其实也有做一个叫做台湾 LLM 跟 TAM 的一个模型的 project。那这个概念其实也是希望能够把语言模型能够在台湾的场域上面做到比较好，它可以客制化了解，我们台湾在讲话的时候哪一些名词代表什么样子的意思，可能跟国外讨论到这个词汇的时候，其实隐含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我们会希望它能够更了解台湾的使用情境，那这样子一来，它其实会更适合我们专业领域的使用。那在做这个计划的同时，其实也有一个法律的新创有 involve 在里面，所以它就提供我们很多相关法律上面的这些资料应该怎么整理。那这样整理之后呢，我们的模型就发现它在台湾的这些律师考试上面是远胜于其他国际的这些模型的。对，所以专业的模型其实是很有需要的。是，理解。那最后想要问一下教授，针对语言模型，就是未来5年最大的突破点会在哪边呢？那会朝着 DeepMind 它的世界模式 Genie 3来继续发展吗？因为其实 Genie 3发表的时候，很多人是觉得很厉害的哦。好，我觉得其实世界模型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希望能够持续是有突破的。那世界模型是什么呢？其实概念上就是，其实我们在做这些 AI 系统的时候，我们会期待这些 AI 系统会很了解我们认知的这个世界。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现在会有一些影片生成的AI 工具嘛，那这个影片生成我可能会写说，那就帮我生成这个人他正在走路的画面。好，那
走路的画面很简单嘛，那他可能就要知道说走路就是脚要这样动。好，那脚这样动是没问题，它是可以生成出来。可是呢，这个脚在动的时候，它是要踩在这个地板上才合理嘛。那其实你会发现有一些这种影片生成模型，它可能就会生出好像有种太空漫步，就是根本没有真的踩在地上。那你就一看就知道这不太合理。那对于语言模型，对于模型来讲，AI 模型来讲，它要了解这个世界，它有这些物理的限制，所以因为有地心引力，所以人就是会踩在地板上。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它没有这些概念嘛，它必须要靠很大量的资料，或是你要教它，它才能够学到我们从小到大已经经历过那么多东西而学到这些 common sense。对，那这些认知其实并不是少少的资料，或者是你，因为你对你来讲，你可能觉得这太简单，你不会跟他讲说，帮我生成一个人在走路，而且他要踩在地上，而且有地心引力的、对，你觉得这件事情根本就是不用特别讲，他就应该要知道。但是你要期待机器知道那么多，我们人类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就代表你所有从小到大感知到的、认知到的这些东西，你都希望机器可以学到。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世界模型可以继续的增长，就是它更了解我们人类认知的世界，然后包含物理模型其实也是，就是了解这个物理的限制，那它才可以产生比较合理的影片。所以，教授，你觉得未来最大的 improvement 会在影片的呈现上面吗？我觉得最大的，我觉得近期就是因为技术上面其实已经都有蛮多突破，然后也可以看到有很不错效果的这些模型啊、工具提出来。那我会觉得这5年内会看到比较多的，我自己猜测啦，比较多的发展可能会是在真的把这些技术拿到产业上面，变成真实的应用。这个可能会有非常多不同方向的发展，比如说可能会有很多工作，它可能就变成可以很快速的自动化，或者是很方便的就可以产生一个广告之类的。因为之前广告你可能很多的卡都要真的实际上去拍摄，现在可能有一些它其实可以用生成的方式，或是电影啊，它其实就可以节省非常多的成本跟人力。对，所以这些真的在产业上面造成改变的这些应用的情境，可能就会渐渐发生。我会觉得在使用上面的这个会越来越多，对，所以我觉得技术上面可能 improve 可能会比较少一些，但是能够把这些技术真的带到产业上面，让产业真实有应用跟有贡献的发展，我觉得会未来5年应该会看到蛮多案例的。所以我们可以期待未来 AI 应用的场景会越来越多。那今天很感谢陈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哦。那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更深入的财经资讯，也请锁定未来财经投资聊一下，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是吴彩妮，我们下次再会。